吗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涛23岁，来自甘肃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小倩21岁，同样来自甘肃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是女生想分手，对不对？照片里控诉了那么多，对吧？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半年多。哦，半年多啊！分手就分手呗，为什么非要到我们这儿分呢？因为就在底下就要跟他分手，完了他就一直纠缠着不愿意。为啥这样呢？分手就分呗，干嘛要跟人纠缠呢，小伙子？我也感觉这个平时都是一些小事情，我感觉没必要分手。哦，其实我感觉我们俩感情还是可以继续的。哦，你是来这儿要分？对。你同意来这儿是因为你觉得可以继续，对吧？说说吧，姑娘，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分呢？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。懒？对。哦，就现在就越来越过分，反正我现在是忍不了。啊。就我俩刚在一起还处于热恋期那段时间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还挺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完了，我俩现在就在一起时间越来越长，他就问题越来越多，还不爱出来。平时我每次约他，他都推三阻四的，要不就说哦今天外面风太大了，要不明天就太晒了，要不就后天周末人太多，他就反正不愿意出来。有一天我好不容易把他约出来，我俩约着去逛街。完了到一家服装店，我就想进去看衣服，我说那你帮我在那个试衣间门口看一下衣服好不好看。他一屁股他就坐这儿，他也不愿意看。我说那你就帮我包和那个外套抱上呗。然后他也懒得抱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放他旁边。等我把衣服换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包里的钱包就不见了。我就当时我也特别就急，我就说我让你看着这么一点小东西你都看不中，你还能干啥？我当时不在玩手机吗？你说那你钱包放包里，你也没跟我说的太明白，我不也没在意吗？那丢了就丢了，又没多少钱嘛，你非得跑到这儿说这事儿吗？也不是跟你说钱的事，那我包里还有身份证、银行卡，这些我补办起来都特别麻烦。我东西都丢了，你都懒得去追，那你把我就当什么了？哦，那不是我不去追啊，我当时就感觉有人在边上蹭，那我也没想到他是偷钱包的呀。行，知道了啊，还有别的吗？有啊，还有一次就我俩都约好去看电影了啊，我都等了他半个多小时了，他还没有来啊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你咋回事啊？这我都等你半个多小时，我就一听他还就刚睡醒的样子，他就跟我说，就给我找借口，完了说小区那个电梯坏了，楼梯他还懒得走，就说那我们下次再约呗。那你说我都等你这么久了，完了你就跟我说下次再约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不愿意来呀，电梯坏了，那怎么下来呀？再说你说你那天找的那电影院离我家那么远，你就不能找个近点的看吗？近点的又不是没有。那不，我家离电影院更远吗？但是我早上我也不早的起来收拾化妆去给你看电影，我还想着还挺高兴的。完了，我都等你半个多小时不来，现在我把票都买好了，都不能退了，你跟我说这样。你票不能退，你就不能找你别的朋友看吗？你非得拉着我去看，你又不知道我平时不爱出去。对，这个说到核心点上了。那你说我你应该约着曲总他们去看看就行了嘛，你干嘛非要那么懒？你跟别人看就得了，姑娘。那他是我男朋友呀，那我跟别人看跟他看那能一样吗？哎，能一样吗？问你呢，懒的没电梯还不活了是吧？你当时怎么就看上这臭小子的呢？那当时刚在一起，我不觉得还挺好啊，没有这些问题。谁追的谁啊？那个是我追的他。哦，当时是她一闺蜜跟我一哥们儿不是处对象嘛，然后她那闺蜜过生日的时候就我们在一块吃饭，然后就认识了，都感觉对方还不错嘛，然后就留了个联系方式啊，然后一天联系之后就在一起了啊。哥们儿，你真的这么懒吗？约个会都不愿意下楼啊？那不是我不愿意下去啊，那不是我当时我们家12楼，那电梯停电了，走下去不就得了吗？那我刚你不是才23岁吗？他就是懒，我就想着我俩本来约会的机会就不多，还总纠结说今天去哪去干什么，这总是闹得我俩不愉快。那我就想，那就总这样不是回事，就干脆就住一起，就还不用天天出去约会。谁知道我俩住一起之后，就他的问题越来越多。他不但就是你还真挺主动的啊，就行吧，反正姑娘说我爱了嘛，怎么办呢？是吧？
行啊，在一起了就发现那就要了命了呗。他就照顾不好自己的起居生活，他还邋里邋遢。每次他也平时不咋出门，我就说你偶尔出去一次回来，你就把外套和鞋脱了，你再躺床上。他每次回来他都不，他就直接躺。就有一次你说外面都下大雨了，他回来之后他鞋也不脱，外套也不脱，直接躺床上，地上全是他鞋带进来的泥和水。那你说你当时把外套和鞋脱了就怎么了？当时我不外面忙，我跑了一天，我不累吗？又下那么大雨，我回来我休息一下，我怎么了？这挺符合他的这个特征的啊，这快累死了都，对吧？那弄脏他平时也不咋收拾，每次弄脏都得我来收拾，我也没见你收拾过一次呀。不收拾家懒是吧？对。少爷呗是吧？因为他这个懒，他就从来不吃鱼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懒得挑刺儿。不吃鱼啊？对，他懒得挑刺儿。每次就我给他买好他喜欢吃的水果，他都宁愿把水果就放坏了，他也不愿意去洗了再吃。每次都要我给他买好洗好，再给他切成块放他跟前。他特别爱睡觉，就睡一天不吃饭不喝水，就完了。我就想这样特别伤身体，我都把饭做好端在他跟前。就在这样，他醒来他躺床上玩手机，他都不愿意去吃饭。那你喂他吗，孩子？那我你喂他呀，你那么爱他，喂吗？那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，那你就等着我还给你喂饭吃吗？喂了吗？我不喂。哎呀，我以为是喂的呢，是想让他喂来着，对吧？不是我不吃，你说那刚睡醒的人刚睡醒，那肯定都没有胃口嘛。那我休息休息，那我再吃就行了嘛。那你说饭都放凉了，那你宁愿花这个时间去玩手机，你都不愿意吃饭呀？那我不吃，那我玩会儿手机，我饿了，我自己我肯定会去吃的呀。那我等你，我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就前段时间我就出去出差，就3天时间，就再回来我就想好，家里肯定特别乱。完了，等我打开门，我还是被吓了一跳，就沙发上左一只右一只全是他的鞋，地板沙发上是鞋，对，地板墙角上就这全是他的衣服。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鞋上了沙发行吗？我不穿着鞋，我又躺沙发上看电视，就那样一退就退到沙发上了，他没掉下去呢。完了，他那个身上穿的衣服标签都没拆，就我给他走之前买的新衣服，他穿标签都没拆，他还在床上躺着。你说你咋就这么懒？那不是，那我不想着你还得1、2天才能回来吗？我想着赶你回来之前我收拾了就行了呀。谁知道你突然就回来了呢？完了，更就是让我吃惊的就是他床边还放着他吃完的半个西瓜皮儿，西瓜皮儿里边就盛着我给他走之前给他熬的粥。那你说那西瓜皮儿里面是西瓜皮里面放的是粥？对，他吃完的半个西瓜。为什么呢？不用洗碗，那你可以把瓜皮扔了呀，你也不扔，那不喝完粥再扔吗？哎呀，可以啊，懒人推动世界嘛，你看可以。就把他服了。就每次他不干活吧，我干活他还百般挑剔。我觉得整天就自己像个丫鬟似的伺候他，反而还说来不讨好。他挑剔你啊？对呀。他怎么挑剔你啊？就有一次吧，早上才10点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今天中午吃什么呀？”我就说：“那就土豆丝小炒肉呗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就成天就这2、3样？”那你说我也刚学会做饭，我会做的也就这2、3样。完了，我说那我中午给他炖个排骨汤吧。完了，我还给他弄了2个凉菜。他起来他就吃了2口，他就开始嫌弃我。他说我嫌我饭做难吃了，吃了2口他就甩手就进屋了。过了会儿就有人敲门，我一看还是送外卖的，我才知道人家刚才进去是点外卖去了。那你说在家里一天做饭洗菜啥都我一个人干，完了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呀？那个不是我嫌弃你啊，你说你天天你就那2个菜你都吃半个多月了，那我想是个人吃的都会烦呀。再说我叫个外卖怎么了？做不来，我自己不会做饭。学呀。那我就感觉不就叫个外卖不挺方便的吗？那又能吃得好又方便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我要是饭就是哪里做的不好了，你也跟我好好说呀。你跟我说了，我下次不就做好了吗？哎呀，你还要改呀？这姑娘还真是哈。完了，你也不跟我说，不给我改，你还这样，当时就把我晾那儿。那我不也没有晾你吗？你总是说是我嫌弃你，我嫌弃你，我这我什么都不说，我进屋还不行吗？小涛这个资料上面写的你是自由职业是吧？我特好奇啊，自由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啊？我就是干一些平时就像一些网游的代练，就在家又不用出去的那种。打游戏挣钱的。对对啊，帮人练级的。对。辛苦吗？我感觉不辛苦，反正在家又不用出去。哥我也不想跟这女朋友分手，对不对？
照顾的比你妈照顾的也不差，对吧？这个我也感觉分手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不是这些小事，这些小事可能我以后慢慢的我都会改吧，我觉得。那是为什么要跟你分呢？那这个你就得问他了。就有一次他朋友出去旅游，完了之后他朋友就有条小狗，说是搁我家先放2天。完了那天我刚好下班就买菜回来的路上，我就到楼底了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是狗怎么一直在家呀？没见你出去遛狗。我说那我没有拿那个楼道大门口的钥匙吧？那你给我把狗给我送下来，说把钥匙给我一块给我带下来。他就懒得下楼，紧接着我就看见他把窗户拉开，他就要把狗给我从2楼给我扔下来。当时可把我吓坏了。那你说你给我把狗送下来怎么了？你要是当时把狗摔坏了，我们怎么给你朋友交代？那我不当时也没给你扔下来吗？那我不给你想了个招给你弄下去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完了，你知道他怎么给我弄下来吗？他给我找了个菜篮子，系了个绳儿，还把我钥匙在里面就给我顺下来了。我还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那你说当时我在底下把狗接不住，真把狗摔了怎么办？那当时是让你遛狗，我就给你想办法把狗弄下去就行了。你是遛狗又不是遛我，你干嘛非得让我下去呢？他不就想遛会儿你吗？哎呀，我听着真是。他现在就越来越过分。还有一次就中午我上班，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感冒了，你来看我，就顺便在楼底下给我买点药给我送上来。我当时还挺急，我说那我正好在上班，要不你就自己去楼底下药店或者去医院看一下。结果等我晚上就回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还躺在床上还等着我。我给他量体温都39度多了，我当时还挺急，我说是那赶紧去医院吧。他说医院嫌远就不去，没办法就吃了我给他买的退烧药。那你说你自己都生病了，你都照顾不好。那我中午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吗？我也想着吃点药就好了。那我中午那会儿不还在忙吗？我想着我给你打个电话，你把药送回来不就行了吗？那我中午不在上班吗？前天晚上我刚好我闺蜜找我，就陪我闺蜜就不在家。完了我还想着好好的怎么就感冒了呢？我问她，她说她晚上开空调睡觉，就风太大，这被子就地上了，她还懒得捡。风太大，她遥控器又离得远，她又懒得去关。那你说你这不活该吗？你现在你生病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我还怎么说以后我生病让你照顾我呀？我怎么还放心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你啊？你这不也一直好好的吗？你不也没有生病吗？那你生病了，你要是有个什么，我肯定会带着你去的呀。哦。他这样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他呀？完了，他平时也不咋出门，也没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，每次就靠那点打游戏代练挣那点钱。啊。完了，最近我就发现他支付宝跟就那种陌生人那种聊天框，就什么代练，他就老是一转就好几百块钱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吧？他就跟我说，最近他接这几单比较难打一点，完了有一关他打了一遍他又打不过去，他懒得打了，就交给别的代练去玩了。但是别的代练又比他收的价高，他也不好意思反过去问客户要，他就自己垫了。那你说你不挣钱就算，你反而往里搭钱，算怎么回事呀？那我搭钱，那我这也是积攒客户的一种形式吗？那客户找到我这儿了，我自己打不过去，我找别人怎么了？那我最起码我不能在客户那把信誉度损坏了呀。你打不过去你就不该接呀，你没这能力你干嘛接这活呀？主要是那个打的太费时间了，也不是说我打不过去。那你说你积攒客户那1-2年我也没见你挣过啥钱，那你就不想换个工作干一下吗？你出去工作，那到头来不也是为了挣钱吗？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工作也挺好呀，我在家待着又不用出去，那我还能挣到钱，对不对？还有人伺候你。他以前也不是说没找过工作，也找过，可是每次找他都是就那种3天打鱼。你告诉我你当初看到他什么了？看上他什么了？我就好奇怪嘛。当时他挺好的，他不是这样。他当时就追我的时候，他不知道，他每次。所以姑娘，你应该反思一下，就好好一个男人，怎么到你手里才半年就变成这样了？如果他不那样的话，可能是我对他太好了吧。哦，还能要吗？这个？反正现在就我觉得他一点都不愿意为我们2个人的未来去努力。完了，我在他身上就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啊！他这个态度我也是受不了。反正现在我是想分手了。那咋分不掉呢？你分了不就完了吗？搬走不搭理他不就行了吗？他缠我呀，我不搭理他，他每次他都打电话，他找我呀，他缠我，他就不愿意。换手机号码。我也感觉我们俩这个感情方面的这个事情，就是你就像平时结了婚，我特好奇啊，就是居家过日子也就是这些事情嘛。那你都不干，谁干呢？就我来干呗。那你就愿意呗。那他不干，那我看见家里那么乱，那我脏呀，我待不下去。我特好奇问一件事儿啊，他是要跟你分手是吧？对。你不想分是吧？我不想分。所以你就玩命给他打电话是吧？对。
那你这会儿不怕累吗？再找一个多方便啊！我就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，就是，不是，哎，你是真不想分吧，姑娘？我看。不，我就想和他分手。他现在他当然是不想跟我分手了。每次吵架，他吵完之后我就要分手，然后他就说他改啊，结果也改不了。我就没看见他有过什么改变嘛。行吧，看出来了，姑娘虽然一边在控诉，好像内心还有点舍不得。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周院长啊。我到现在也没有听到你问那个问题，就是姑娘，你看上男孩什么地方了？他说一开始挺好的嘛。对，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，他还不是这样。他好在哪儿？你能举一个例子吗？刚开始他追我那块儿就，完了我俩就每次他约我出去的时候啊，他都会拉着我的手，就每次就走街道啊啥，他都不让我走那个有车的这边。完了，他过马路的时候，他也会把我手拉，我就觉得还挺有安全感。就他牵你手跟你一起过马路，你觉得他对你好？这样的话，男生追女孩好容易啊，只要牵着那女生手就可以追到女孩了，都不需要任何的付出。就感觉就是刚开始在一起，就感觉他不管就啥，就挺照顾我，就挺为我着想。就后面他慢慢他就开始变得就越来越懒。但是姑娘从头开始，我只听到2个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细节。第一个细节，你让他帮你看包，结果他看着小偷拿了钱包走掉了，他还不去追。对。如果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连最起码的帮对方看包都看不住的话，那这个男人是不值得托付的，因为你交给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不会珍惜。人和人之间交往最基本的责任是应该有的，他连责任都没有，那说明这个人在小事方面就不值得托付，那何况对于你来讲还是终身大事，那就更没有办法托付。所以我觉得你们恋爱就不应该开始，因为最初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让你值得信任的地方。这件事情且过了，那第2件事情，他要从2楼扔狗。对，狗也是有生命的，他对生命都不负责任，这样的人还真的可取吗？他只是牵了一下你的手，他并没有告诉给你说你放心吧，你的下半辈子我都会帮你负责任，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关于什么脱不脱鞋的问题，然后要不要下楼遛弯的问题，我觉得那些都不在话下了。在我看来，你们没有必要为那些吵架，就这2件事情足以让你赶紧离开他。那同样对于男孩来讲，你说你爱他，我不认为你爱他，我认为你对他通通只有2个感觉，第一是麻木，第2是无感。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对一个女人好，爱一个女人的话，他至少会有感应。你从头到尾全场到现在，你没有任何的表情，包括他说到任何的对你不满的控诉的话题的时候，你都会说很正常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。我没有看到你对他有任何的愧疚，或者对他有任何的爱意，没有。所以既然这恋爱就从来没有开始过，我认为你们的恋爱从来没开始过，那不如好好就分开就得了。好，谢谢周院长。来，曲总。其实每个人都懒，但是懒的方面不一样，懒的程度不一样。我觉得我就挺懒的了，我也不太会做家务，我也不会做饭，但是我在对感情方面我不会懒，工作方面不会懒。而你呢？我想一开始呢，你还算是一个在感情上勤快的人，因为是你追的他。你要是当时就那么懒，连看电影约会都不愿意去的话，你怎么能追到这么一个女孩呢？最开始你是勤快的，但是呢，慢慢的呢，正是因为这个女孩的勤快，又惯出了你的懒。你觉得在感情上你不需要付出，你就可以像从父母那儿得到爱一样那么容易。在工作上呢，你也没有什么上进心，更别谈什么责任感了，你通通没有。然后呢，他又把你这个劲儿呢又惯得愈发的一发不可收拾了。你最可恨的还不是这个懒，你懒就懒了，对吧？你还有要求，你还挑剔，你觉得他做这儿也不行，做那个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愿意去付出，所以说你在感情上犯懒，以至于现在你走到这里。所以呢，最治懒人的方法就是说，让他身边勤快的人离开，那你不得不去让自己懒惰呢改掉。因为你要懒的话，不光没有感情，你还没有生活，甚至于没有吃的了。你工作上为什么这么不求上进啊？还不是说你在工作吧？你们俩这问题就是你太纵容他的懒，你觉得你是在帮他吗？你觉得他感恩你的付出吗？他不感恩啊。像我比较懒，我不做家务，但是我觉得家里很舒适，我感谢我老婆的付出，
所以说我在别的事情上会勤快。全面懒的人一定抛弃他，绝不能犹豫。你抛弃了他，反而是救他。当他觉得没有你的支持依赖的时候，他已经只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勤快的人，这样对于他自己的未来生活是有好处的。所以离开他是帮助他的最好的方式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胡老师，一人问3个问题，先问男生。作为一个人，你的价值在哪儿？第二，作为一个男朋友，你的价值在哪儿？为他做过点什么？有吗？没有。第3个问题，既然作为一个人你没有价值，作为一个男朋友也没有价值，你怎么还好意思跑到这儿来要跟他复合呢？你什么都没为别人做过，也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，你怎么好意思还要做别人的男朋友呢？你应该好好回家待着，想想从明天开始该怎么生活。问女生3个问题。作为一个女朋友，你的尊严在哪？你不就一丫鬟吗？你的尊严在哪？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的幸福感在哪？你幸福吗？你也不幸福。那么作为一个女朋友没有尊严，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幸福，那么你跟她将来的希望在哪儿？你看得到希望吗？看不到希望，所以你没有必要留下来，没有留下来的理由。我跟你或者是电视机前所有的女生说一句，你刚才所说的热恋时期他牵你的手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听到有些女生说在热恋时期男人对他们种种的好，比如说送早餐，比如说做饭，等等等等等等，那不过是热恋时期争取的手段。只有超过1年，或者是在得到女生之后依然持续的对她好，那才叫真正的呵护。所以不要把别人的手段当成了别人对你好。看一个男人真正的品质，是看他成为了你的男朋友或者成为你的爱人之后，还能否始终如一的对你好。之前的都是手段，都是献殷勤，仅此而已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就这样。别出来就行了，带着一点尊严离开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可能没有人跟他说过，在家里待久了嘛，所以没有形成这种概念，对吧？记住啊，别再出来了，这是最好的保留自己尊严的一种方式。因为不出来至少代表着说，我明白了，我错了，我还可以改。剩下的1分钟，你们看你们自己怎么利用吧。一起进入到港蓉蒸蛋糕，好吃不上火，黄金60秒。我也感觉嘛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其实这些问题我也认识到了。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么多，可能以后我会尽量的去改这些吧，但是我还是不想说是我们就因为这些事情去分手。我想我以后会改得更好的。不，你每次我们吵架之后，你都说你改，这我们都吵了多少架了？不是每次改，你说改了就没几天，你就又成这样了吗？你现在反正我是没办法相信你的。可能你现在不相信我，但是我就想最后再求你一遍，我这次真的会改，希望你能再相信我一次。那我现在我觉得我做不到了。唉，时间到，请回吧，2位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
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GD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那么这对情侣，他们最后如何选择呢？特别是男生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